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花2个小时画出了自己最认可的、最完美的趋势线，告诉自己，只要突破这条线，就是天大的机会。然后呢，你去吃了个饭啊，开了会，或者就是睡了个觉啊，一回头呢，发现行情已经跑了很远很远了，而你呢，还在场外傻站着，那一刻比爆仓还让人难受。我没上车啊！我没上车啊！虽然钱没亏啊，但是机会呢白白从眼前溜走了啊，心里呢就好像一直有一个很不友好的声音啊，在说，你看看你啊，你是亏损的机会你一个不漏啊，好不容易等到一个高概率的机会呢，你还没抓住啊。这种情景呢还有很多很多啊，那一刻的这个挫败感呢，我也懂啊。因为我刚接触交易的时候啊，学这个道氏理论123法则 Z 字形态啊，天天画线啊，画的可认真了啊。但是结果呢，就是你错过的比抓到的啊要多10倍啊，所以错过行情的这种憋屈啊，我还是深有体会的啊。那么面对这种问题呢，有人就想，能不能去做一个程序啊，就是通过代码来监测我画的这些趋势线啊或者水平线究竟有没有被突破啊。如果突破的话，程序可以自动的进行开仓啊，并且把这个你像这些止损啊还有止盈都自动的给它设好啊。这样的话就是不仅是结合了自己的主观判断啊，又不会错过行情啊。那么这种半自动的工具的话，这种想法还是很不错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写这样一个程序啊，就是如何编写代码去检测价格是否突破了你的趋势线，如果突破了，就自动的进行开仓。它这个逻辑也比较简单啊，就是不管你画的什么样的线吧啊，是斜的这种趋势线啊，还是说水平的这个支撑阻力线啊，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么只要它是一条线啊，我们就可以检测到 K 线与这条线之间是否有这种上穿越啊或者下穿越的这种突破啊或者交叉的动作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自动的去开一笔仓位啊，然后止盈止损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点数来进行设定啊，也可以根据最近的这个高低点啊，最近的这个高低点来进行设定啊。这个高点在这里啊，它是在这里止盈了啊。好，那么逻辑就这么个逻辑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代码的部分。好，打开我们的 MT5， 点击菜单栏上的 IDE 图标啊，这是我们的代码编辑器啊，你所有的代码都是在这里进行编写还有编译的啊。然后我们新建一个MQ25 的这个原文件，然后我们给这个原文件随便取一个名字啊，它叫什么都是可以的啊，只要你自己能够理解就行了。好，我先把所有的这些自带的代码都给它清除掉啊，因为我不喜欢它的格式啊。然后还是老规矩啊，然后写好的这个程序啊，我把它写好之后啊，我会放在这个网盘中啊，然后对应的源码的话，我会上传到这个内部学员的这个学习资源中啊，大家可以自行下载啊。然后屏幕前的观众的话，如果觉得这类视频对你有帮助啊，有那么一丁点帮助的话，也请点赞啊，加关注啊，多少给点支持啊。你点点屏幕的话，它毕竟也不花钱啊。好，我这里是先引入了 MQL5 的 Trade 类的库啊，这是做交易类的一个库啊，然后声明了2个枚举类型啊，然后第一个这个枚举类型呢，它主要描述的是一种信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们这个信号啊，也以这个为例吧啊，我们检测这个信号它有几种状态，是有3种状态的啊，一种就是没有任何的操作啊，然后第2种就是可能就是上穿越啊，然后第3种就是下穿越啊，就是这3种状态啊。然后就是等待中啊，多头突破啊，空头突破啊，然后再接下来这个枚举类型是主要是止盈止损相关的啊。然后第一个这个 menu 的话，它是代表的这个手动的风控啊，就是它虽然会给我们下单啊，但是它
不会帮助我们指定这个止盈和止损价啊，它就只是下一笔仓位啊。然后止盈和止损价需要我们人工的自行的去设定啊，因为有些观众啊可能觉得这个止盈和止损价就和我们这个趋势线是一样啊，它需要掺杂很多这种个人的主观的评判的依据啊，所以这是针对于这种情况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使用这个固定的点数啊，就是你可以在这个使用挂EA的时候，你给它一个固定的止盈点数和止损的一个点数啊，它就会按照这里进行止盈和止损的一个设定啊。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 K 线的极值啊，也就是它会使用我们的这个最近的一个高低点来进行设定啊。那么比如说我这里这笔仓位吧，举例的啊，这笔仓位它的止盈点其实就是在这个最高点附近啊，然后它的止损点就是在这个最低点啊这个位置啊，还是比较客观的啊。好，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外部参数相关的啊。那么第一个这个 Magic ID 啊，这就是我们的模式号啊，也是 EA 的唯一编号啊，EA 的身份证。然后这个 Order Comment 它就是一个 EA 订单的一个备注啊。这个 Line Name 啊，这个内部的话，这个内部的话，它代表的就是我们需要监控的是哪一条线啊？因为你这个 K 线上可能会有多个线啊，那么你让 EA 去帮你监测哪一个趋势线作为开仓的一个判定条件呢？你就需要给它取一个名字啊。那么比如说，如果你需要以这根 K 线来进行判定的话，那么你就把它这个名称啊，就是右键这里，把它名称改成这个趋势线啊。如果你不改的话，那么你就是把它这个名称复制到你 EA 的这个里面啊。这个逻辑应该大家懂啊，就是这里的名称和这里的名称要一致啊，否则的话，EA 它也不知道你要监控的是哪一条线啊。然后这个交易手数啊，就是仓位啊。然后止盈止损的模式啊，如果是固定点数的话，就填这两种啊；如果是选择这种 K 线的极值的话，那么就是设置这两种啊。好，再接下来是我们的全局变量，还有我们这个初始化的函数啊。全局变量就是给这个帮助的这个库啊新建一个对象啊，我们使用这个对象来进行做交易啊。然后这个 UI 控件的前缀，它就是帮助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的盘面上这个 K 线图上挂载这个 EA 之后，它不是有这些提示类的信息嘛？啊，这些提示类的信息它都会有一个前缀啊。大家注意看我的这个鼠标悬停之后啊，它有个前缀的啊。这样的话就是为了区分哪些这个图形是我们当前 EA 所创建的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卸载 EA 的时候也要把这个去掉的啊。然后下面的这个函数的话，它主要就是用来初始化我刚才左上角大家看到的那个面板啊。然后这个方法就是用来绘制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面板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控制这个面板的坐标轴啊，它是 XY 究竟在哪里啊？通过这个来进行定位的啊。然后这里的话，它是在创建我们这个面板的一个标题。我把这个图粘到这里啊，这样大家可以对照着看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绘制这个标题啊。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监控的一个状态啊，它会有两种状态啊，一种的话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监控中啊，也就是它在当前图表上找到了我们所要监控的这条趋势线啊。那么另一种情况就是你没有画线啊，或者就是你画了线之后，你的名称和这个 EA 并不匹配，那么它就会告诉你没有找到这个趋势线啊。那么当然如果是显示这个面板的话，就代表你的 EA 确实是挂载成功了啊。如果没显示这个面板的话，那么你的 EA 就是没挂上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账户的一个参数啊，就是我们设置的这个仓位手数啊，还有我们这个 Magic Number 究竟是多少啊？这样你在挂的时候，你就可以注意一下你这个手数设置的究竟有没有问题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半自动的啊，我对于半自动的这种的话，其实还是我觉得大家设置的时候还把这个参数观察一下啊。然后就是一些风控相关的，就是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止损方式啊。如果是手动的话，它就显示手动模式啊；如果是固定点数，它就显示固定点数模式。然后止损的点数是多少，止盈的点数是多少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使用最近的高低点啊。你止损是使用的最近多少根的低点，止盈的话是使用的最近多少根 K 线的高点啊。
当然我这里是以这个 buy 做多为例啊，如果做空的话，那么就是止损的话就是使用最近多少根 K 线的高点，止盈的话就是使用最近多少根 K 线的一个低点啊，这个大家要想明白啊。我们编一下啊，编一下报错了，那么很正常，因为我们这个 create label 这个方法还没有写啊，我们把这个方法完善一下。好，然后这个 create label 它就是用来一个一个来进行创建这些信息类的文字的啊。那么这里首先就是先查找嘛，如果没找到的话，那么就创建；如果找到的话，那么就不用创建了，直接就是针对于它的这个坐标轴，还有它要显示的文本内容、它的颜色、它的字体大小进行一个设定就可以了啊。好，这是信息类的，我们编一下，看一下它执行能不能执行成功啊。好，我们找到这个刚才写的这个 EA 啊，刚才把它编译了一下，我们把它拖到这个图表上啊，拖到图表上，这些参数目前来说都只是一个展示啊，没有特别的意义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展示出来了，并且它也找到了我们的这个趋势线啊。我看我这里趋势线是之前设定的吧？趋势线在哪里？啊，应该是在这里啊，这是我做测试的时候绘制的啊。趋势线吗？啊，是这一条啊，是这一条，这画了2条，太小了都看不清了啊。因为当时我是在1分钟上进行测试的啊，趋势线。OK，我们继续。好，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卸载的这个写一下。好，只有2行代码，一行就是把我们这个图表上的 UI 对象给删除掉啊，另一个就是重置一下，重新刷新一下这个图表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 EA 卸载之后，不太希望这上面之前的 EA 的内容还在这里啊。我们看一下，当然它现在已经是编译过的啊。然后卸载之后它就跟着一起消失了啊。好，这都是图表类的一些信息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个逻辑。好，我们的 on 这个方法就写在这个 on init 下边。好，这是我们的 onTake 主要的核心逻辑啊。然后第一个方法就是先刷新一下我们的面板啊，因为它这个面板它会告诉我们一些信息啊，就是刷新一下还是比较好的啊。但你不需要的话，你对于你自己的参数是很清楚的话，那么你这个方法其实也不需要啊，不需要的啊。好，再接下来就是这个新 K 才进行逻辑的判定啊。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我们这个交叉与否啊，就是这种画个，就是我们这个 K 线与这个趋势线交叉与否的这种判定啊，这种逻辑判定的一个时机的话，它并不是需要你盘中的这些 K 线啊，因为它只是在走完之后有一根完整的 K 线出现在趋势线外的时候，我们才会进行判定啊，不然的话，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假突破啊。对，好，然后我们把这个 check U bar 写一下。好，这就是它的判定的一个代码啊。这里面逻辑我就不用再细讲了吧，基本上每一个EA，很多EA我们都是用到过的啊，只不过有的用的是 bus， 有的用的这个时间啊，用这个判断来是不是一个新 K 啊，这个我就不再重复的讲解了。好，然后再接下来是我们的第3个步骤，这个步骤就是用来判定啊，就是用来获取我们当前这个突破状态啊，然后它获取的这个依据呢，就是一个是趋势线的名称，另一个就是你要根据哪一根 K 线来进行判定啊。这里我们就填入1啊，因为0的话它代表的是当前这根 K 线啊，当前这根没有走完的 K 线啊，1的话代表是刚收完的啊，这个开高低收的价格都已经既定好的这种 K 线啊。啊，这下面就是如果这个没有信号的话，我们直接就 return 出去啊，因为没有信号的话，你就没有这个开仓的逻辑啊，那么就不需要执行这后续的这个代码啊。然后把这个check breakout 啊，这个检测获取这个信号状态的这个方法，我们写一下。
好，写完了啊，编译一下啊，没有错啊，没有错。然后我们看这里，它是有两个参数啊，一个是这个 line 这个趋势线的名称啊，一个 shift 是当前是你要检测的这根 K 线的 index 啊，它的下标啊。第一个步骤就是查找一下当前图表有没有这条线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直接就return 出去啊，return 这个无操作啊。然后步骤2的话就是获取关键 K 线的一个数据啊。什么是关键 K 线啊？就是最近的这根走完的这根 K 线啊，那么获取它的这个收盘价，然后前一根 K 线的这个收盘价和开盘价啊，然后这里的话是获取的当前这根 K 线的，注意我这说的当前的，它都是指的这一根啊，就是完全走完的这一根啊。这里是获取当前的这个时间，然后这里是获取的当前这根 K 线前一根的时间啊，也就是这一根的时间啊。好，然后第3个步骤就是计算这个趋势线啊，在对应时间的一个理论价格啊，就是说，比如说这里吧，它就是获取的这个点的这个价格，然后这个趋势线它获取的就是这个点的这个价格啊，这个屏幕有点小，大家能看清吗？就是获取了这个点的价格，还有这个点的价格啊，因为只有这2个点的价格出现之后，我们才能判定这个高开低收的价格究竟有没有针对于这个趋势线有这种上穿越和下穿越的动作啊。因为虽然你在图表上看到的是这完整的一整条线啊，但是在这个代码里面我们看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点，还有这一个点啊来进行判定啊。那么如果这2个点都有其中一个等于0的话，那么肯定就不正常啊，我们直接就 return 出去啊。然后第4个步骤就是判断一下我们的 K 线与这个趋势线的这个穿越的状态啊，比如说这个前一根 K 线的这个开盘价在这个趋势线之下，然后收盘价也在这个趋势线之下啊，那么这是满足第一个条件。然后第2个条件就是当前这根 K 线的这个收盘价要来到趋势线的上方，这样的话它相当于是完成了一次这个向上的这种穿越啊。然后这里判断的就是向下的一个穿越，也就是前一根实体它的开盘价、收盘价都是完全在这个趋势线上方的，然后当前的这个收盘价是收在了这个趋势线的下方啊。如果产生了这样一种形态的话，我们就认为价格与这个趋势线产生了这个空头的一个突破啊。当然这里的这个形态的定义啊，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理解去进行修改啊。我不是说你只能这种方式才算真正的突破啊，当然有些人他可能有自己的理解啊，你就可以自行的进行修改啊。好，那么今天的这个代码就先写到这里吧啊，然后我们下个视频再把我们做交易类的啊，还有这个开仓，还有这个计算止盈止损，其余的代码给它补充完整啊。那么这期视频就先这样。